大家好，我是老赵，今天给大家讲如何实现财务自由的目标。普通打工者除了节省，没有别的办法去获得本金。如果把你的家庭当做一个公司来管理，把你自己作为 CEO，你的收益就是收入减去开支，然后再用你的留存收益去投资，也就是说是开源节流投资。这样年复一年，利用复利去创造指数级的财富增长。越早开始投资，投资本金越大，后期的财富增长体量和速度才会越快。平时我们就通过学习增加你的专业和投资知识，开发第二职业，知识复利能让你的工资和资产增长更快。如果想实现67岁退休时达到25倍的花费，每年要节省至少15%的工资并投资，一直到退休。节省越多，越早实现财务自由。很多公司有养老金 401k match 5%到7%，你自己再投资10%左右的工资就可以了。如果你结婚了，工资高，花费又少，10%左右的工资就够了。如果你能拿收入的30%到60%去投资，20到30年就可以实现财务自由。像我们家，除了日常开销之外，几乎全部用于投资。很多人想提早退休，30岁躺平，那只有对自己狠些，把花费控制在1/3的收入之内，2/3以上的收入拿去投资，或者冒更高的风险，把投资收益率提高到20%以上，你就有可能在10年之内实现财务自由。另外，很多人想追踪不同年龄段的财务自由数额。以前的视频已经讲过，最低的财务自由所需数额是25倍的年花费。假设67岁退休，每年省下至少15%的工资去投资，投资收益率至少7%，通货膨胀率3%，工资增长不低于通货膨胀率。下面是不同年龄段所需最低数额：30岁要达到2倍的花费，40岁要达到6倍的花费，50岁要达到10倍的花费，60岁要18倍的花费，67岁这样就能达到25倍的花费。我演示一下，就是最低节省多少才能实现财务自由啊？这个 R 是收益率，这个是通货膨胀率，这个是你的本金，就是你的工资初始的工资水平，你可以随便设。你10万呢就设10万，不影响你的资产除以花费倍数，你可以随便设1也行。这个呢就是你每年从工资中节省多少去投资，这是你什么时候开始投资，这个是你退休后每年要花费工资的多少，一般是退休前的80%说当然你可以设为1了，就是说你的工资全花费但是大多数人可能退休后花不了整个工资，有人工资高的话可能花到不到一半甚至更少。特别是已经结婚成家的，可能只花小于50%甚至30%，设80%就可以了。这一栏是年龄，我们假设从22岁开始投资，投资到67岁，然后这一栏是你的工资，你的工资，我们假设按照通货膨胀率来增长，每年都增长。那有人工资增长的快呢，你可以去填相对高一点，5%啦等等，根据你的增长率来算。这个是你节省下来工资中于投资的数额，现在是17%，每年17%，就是剩下来17%去投资，这是你的总资产。这个资产按照每年7%的收益率来增长。这个呢就是你的资产除以你的花费，如果达到25倍到67达25倍，你就可以财务自由。看，我们设15%，假设22岁开始投资，这样67岁到了23%，还差一点。如果你只达到23的话，你往后看，你能坚持到100，也还可以125岁你就够。但是如果你超过125岁，这就有点风险。所以呢，这个15%还小一些，这个收益率稍微高一点。你7.2的话，这个还差一点点，但是也够了。这个你活到185岁，这样已经可以了。没有一个人能活到185岁啊。但是呢，如果有人花费比较节省，0.7的话，这个是7%，这样的话，
这个就够了，这是67、26了，已经超过25了。看这个是永远花不完的钱，而且这些倍数还增长，所以这个就让你放心，你可以活500岁、500年，你成精了也够你花的，这就足够了。但是如果你这个花费再高一点，那你就得相应的一的提高你的收益率，一的多节省一点。对，你花个17%，假如你这个正常80%，这样的话26，这样的话你就永远花不完的钱了，对不对？这个部分我给你演示一下，就说如果你想10年之内财务自由，应该怎么办？假如你收益只有10%的话，你节省你是2/3的工资容易存储，这样的话你在第10年你就实现财务自由了。但是如果有的人节省90%，然后只有花费到工资的10%，这样的话2-3年就财务自由。但是这种对自己太苛刻了，我们不建议采用，因为10%工资的10%，除非你的工资很高，要不然你就是吃的也太差了，就是对自己太苛刻了也不好。还有如果你不想存那么多，但是你的收益必须提高，假如你收益30%，我们看什么时候退休，这得15、16年，所以你也得至少50%以上，11年，所以也得挣60%，所以你工资高的话也得60%。当然，如果你工资是特别高，你可能这个不需要40%花费，可能需要30%。这样的话，然后你可以50%，这样的话你在8年之内也能8、9年也能达到财务自由。所以，但是如果你就是想提早退休的话，你就得存储率比较高，然后同时收益率最好也高才行。好了，今天就讲到这儿，下个视频我们讲投资什么样的标的才能实现自己的财务自由目标。谢谢，拜拜。